呦，这个兵叫什么来着？许三多可以啊。不是你懂不懂这都是什么意思？我不会啊，但是我好写信寄给俺爹。什么叫有脑子用不到正地方？许三多完美诠释了这句话，而高成对此为什么没有生气？要知道此时新兵入伍才仅仅几天，但高成对许三多这个兵的印象却是深知入骨。看到坦克举手投降，队列中格格不入，就连最简单的向后转都能把自己绊倒。毫不避讳地说，在高成心里，许三多就是一个二傻子。可他心里也清楚，许三多是自己的心头宝贝，史金招来的兵。所以高成不在公共场合训斥许三多，也算是给足了史金面子。而对于许三多无奈的，就只有高成一人嘛。作为新兵连的班长，561负责所有新兵的基本训练，唯独许三多连简单的军姿都站不稳，简直就是一个纸片人，一碰就倒。心累的561又生气又无力，只能独自坐下冷静。可许三多却稀里糊涂的上去问561，自己是不是他带过最笨的兵？我是不是可笨了呀？是吗？我不知道，我见过笨的，我就没见过你这号的。那就是说我可笨了呗。气到说不出话的561什么都说不出来，看着许三多傻笑，是一点办法都没。我特可笑的。班长，你是啥种属吧？我是小属县委。咱俩都是老乡。要知道，史金刚征兵回来的时候就告诉561，这次招的新兵很多都是上榕树的，是561的老乡。可硬汉561最讨厌的就是攀人情，所以可想而知，此刻已经被气到爆炸的561还面对着许三多跟他攀亲戚，估计561下一秒都能被气喷火。本以为闹剧可以就此结束，可许三多竟然又拿出一包违禁品。班长，你抽烟不抽？我说带烟，我给你烟抽。这你这你是不是可想酒在这儿？我想酒？谁叫你扯这个蛋的？越想越气的561警告许三多不准说家乡话，不准攀亲戚。可许三多还是一副傻笑，似乎真的听不懂话一样。下午，高成也带着全体新兵学习理论知识。刚开始大家都欢笑一堂，气氛还算融洽。可就当高成开始介绍侦察连配置的时候，许三多却一直嘴里嘀咕个不停。不是那个兵，你就你站起来。你刚才嘀咕什么呢？你在那？报告连长，我没说什么。没放在心上的高成又开始讲解训练科目，但许三多嘀咕的声音却越来越大。你到底是在这嘀咕什么呢？能不能告诉我？报告连长，我在背。背什么？就背你刚才讲那些话。哎呀，还好，那你背我听听。我刚才都说什么了？各型号抢劫射击。当然是地形，包括野战环境的。还有那个你接着说，那个兵别说话。抢劫原理、保养和维修、扎车教室、车载火器的掌握、扎车保养及加大维修、大兵发塔克和扎车的训练、大兵发塔克导弹和防空导弹的掌握。这个兵叫什么来着？报告，许三多。许三多可以啊。不是你懂不懂这都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什么意思。不知道什么意思啊？那不知道什么意思，那你背它干什么？我背会啊，但是我好写信寄给俺爹。当时我看到这段的时候，心情就像史金的脸一样，瞬间黑了。如果说搞笑占10%的话，那么剩下的90%就全是生气。然而高成也一如既往的没有跟许三多过多计较，只是让全排抄写保密手册。镜头一转，全体战士便来到宿舍开始抄写。没有战友埋怨，就连瞧不上许三多的成才也没有过多怨他。如果说史金是许三多的贵人，那从许三多进入部队那一刻起遇到的所有士兵都可以说是他的太阳光。大家都知道许三多傻，所以从没有人跟他计较。幸亏是高成开了一节理论课，得知了许三多写信的计划，要不等这信寄出去就没这么简单了。此时刚有了新权力的成才也开始讲话。全班副讲话了啊，大家快点抄，那个连长还等着呢。抄的时候要保持安静，注意一下自己的军容军纪啊。不得不说，这几句话说的简直跟没说一样。
要知道，在新兵连能当上副班长，也是含金量挺高的，必须是众人之中最优秀的一位。上一位副班长就是561，而成才又是一位本身就自大的人当上这个职位。成才也清楚自己不能什么都不做，于是他来到许三多身旁。许三多，不是班副我批评你，你记性好。可是下次你如果再想泄密的话，你最好就像想放臭屁一样，捂在被窝里边。没事，我多唱2遍，多唱几遍，到时候我给你一分。这里可以看出，在村子里他怎么欺负许三多都无所谓，但来到外面，他还是把许三多当老乡看待。表面大声说话，让大家都知道他在批评许三多，实则小声告诉他今后要怎么做，不用太放在心上。可这一切成才都是带有目的性的。我帮你分析了一下目前你的状况，现在最适合找的就是唯一的突破口，就是那个排长时间。今晚你务必找到他，你对他说你想当兵，你不想为主，你想磨枪，你喜欢这儿。就是喜欢这儿。咦，这么大人喜欢都不会你。他以许三多泄密的错误告诉他一定会被退兵，想摸枪是不可能的。随后他又问许三多还想不想留在部队，既然想，那就要找关系把自己的错误弥补过去。而成才心里最清楚的就是许三多如果找人一定会找史金，而史金又是连长高成最器重的人，这么一来二去，可以说他想知道什么小道消息都可以得到。而成才此刻最想知道的就是自己新兵连结束会分到哪个连队。果然到了晚上，许三多真的偷偷找到了史金。大半夜不睡觉，盯着我干啥？